一走。大家好，我是盗月社杨树梢，我是木上，这是我们新的系列节目《顶级大厨已疯》。顶级大厨他们为什么疯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请到了全国各地的顶级大厨们，不能做自己的菜，他们只能带我们去吃当地的街边美食。说到这条街呀，我们今天来到了四川成都，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位川菜烹饪大师，资深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他就是黎云波，黎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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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叔好，欢迎来到成都来。黎叔好，黎叔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粉丝们大家好。川菜有很多迷人之处，今天我就在大月社风月吧，给大家讲讲四川街头小吃之美。黎叔今天想带我们吃什么？我们去吃面。吃面。对对对，不是我做的面，但是我喜欢吃的一道面。啊，你喜欢吃的？哎呀，好的。现在我们在成都宽窄巷子附近的这个古街，这是个那个景区旁边。宽窄巷子它是成都地区老城区的一些住宅，所以有钱人的住在的豪宅的地方，而且还有部分老百姓的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好吃的就哦，也就好吃的地方在附近就有，都围绕着它在附近。对，或者呢，后来呢，由于这个城市改造，它就经过翻新了一下，但是呢，仍然还保留了那种古老的传统的味道的小吃。如果不是黎叔带着我，我是绝对不会在景区附近吃饭的。它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完全卖的旅游体验的人，而是卖在周边的这个居民。我们今天最主要吃的是成都著名的担担面的味道。什么叫担担面呢？清朝末期啊，自贡夫妻俩到我们成都来担担挑子，一个扁担，一个扁担就是吆喝啊，面条。面条，哦，就这样子卖，然后就也有人说，哎，我们要吃面条，哦，然后就停下来，停一下之后，然后一头他就得就煮面，一头就调味，它的味道也好，然后经济又实惠，后来就给它取名叫做担担面，这就是担担面的来源啊，来源。刚刚黎叔走两步，我差点没跟上，说马上就要去卖面。就这样子，担起，好，面条，知道了啊，他就这样子。一会儿人家都过来了，要吃，走吃面了。老板儿，我们来3碗担担面。啊。我们四川的男孩这些大部分都会炒菜呀，这些。男孩子要为了好讨老婆，要勤快一些。来，给你们打几碗面汤啊！好嘞，谢谢。把搅拌一下哟，尝尝盛在底下哈。好嘞。这个担担面呢，你看嘛，它这个面臊看着酥香的，这个臊子是酥的，但是呢，它这种酥呢，一定是那种干香滋润就可以了。里面有芽菜，有宜宾的芽菜。担担面里面调味之混的一种调料。如果担担面没有芽菜，就是个白担担，啊，就是碗担担面，对吧？啊，对。啊，哦哟。我已经闻到那个。黎叔刚才也吞了流口水了，好，来看那个流口水了。您尝一下，看看是不是您认可的。对，就是各种麻味、辣味和酸辣的，它各种味道要有其他辅助的味道来冲着它味道，它有满分10分，打9.5分没问题。哦，好，我们俩办下。马上出去，马上吃，不然就坨了。就坨了。吃面要有人感觉，有什么感觉？啊，有感觉很香的感觉，我的感觉啊。巴不巴适的？巴适就再来碗。我们这是顶级大厨饿疯了。我第一口进去呢，其实先感觉到那种微甜的口感，然后紧接着我去嚼的时候呢，这个面和红油和肉末在一块儿，这味道我刚进嘴的时候，真的是一股那个非常浓厚的那个油香味儿。
接着再吃的时候，就是那个花椒的一点点麻，然后带着一点点的醋香味儿，即便你嚼着，你都会不停的分泌着口水。担担面要好吃，面红油才最关键的。3种辣椒面比例6:2的2，用微火慢火炒香。搅拌的时候还是要加一点点芝麻，增个辅助的香味。然后你说的回甜，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精髓的里面什么呀？酱油。酱油。哎，它是一种传统工艺的豆油发酵而出的，不是那种糖粉那种。这碗面真不简单，还真的很好吃。啊，黎叔吃的是真干净啊！我这也干净了。刚刚这担担面去哪儿？仿佛没吃。还有一个标准的担担面，吃完了看不到这个油，那油就恰到好处。哦，这个是一个标准，这个味就全部扒在面上面上了。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我怎么判断他家的这个面怎么样呢？有哪几个点？面色要香，然后里边有芽菜，要感觉的吃一带醋香味和这个芝麻酱。碗底吃完不能有很厚的油。哎，对。四川人大部分人都还是喜欢吃面。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好多就不晓得，我们四川的面条有麻辣红汤面，哎，三鲜面，哎，还有海味面，还有炸酱面，还有醋椒面，啊，胡条面、酸菜肉丝面、豆花面、肥肠面、猪肝面、鸡杂面、排骨面。黎叔就像在报菜名一样，全都是那个红烧排骨啊，还有回锅肉面，对，还有现在回锅肉面。但是最典型、最典型的就是担担面，它有故事文化传承，它有代表性，对，有代表性，四川的，对，而且是我们成都的这个老字号，中华老字。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何？让我来带。面条。三叔，点菜，珊珊倒。大厨疯了。今天我带你们来吃的这家比较正宗，对，比较正宗。巴适。等一会儿带你们一吃有30多年历史的牛肉店。是的。今天我们来这家准备吃什么？这我们家是牛肉系列菜品。大家过来吃川菜啊，屋里现在都空着，甭管现在是刮风还是有太阳，全都喜欢先坐在外面吃。空气好嘛？四川人都有这种习惯。对。老板，我来份生牛肉，要后期哦。他家的牛肉做法是很接近老百姓的口味，经济实惠，也是经济实惠的。对。这么快？80，他家这个蒸牛肉啊，火候到家了。你还没吃就知道，就能够看得出来，对。这个粉蒸肉原创于我们农村88宴，用这个米粉子要和着一边蒸，蒸的时候还要旺火，一鼓作气的蒸，中途不能闪火。它蒸牛肉蒸出来颜色就酱红色，就和到家了。然后它最有风味的是啥呢？涮水，同时有香菜啊，然后它这个油脂哈恰到好处，今天豆瓣和它的一个米粉子很滋润。您先尝一下，然后要把它拌一下，要把蒜拌匀，哦，这样才有味。可以。这含度盐味刚合适的，你尝一尝。你尝一下。巴适吧？巴适，这个蒜太多了。对，把这上面这一趴的一块蒜，再可以把换，再拌。牛肉很趴。来，我很喜欢吃蒜。对。但是美女吃了蒜要马上漱口。她从来不漱口，她再吃一瓣蒜，她为对面吃一瓣蒜。巴适嘛？很鲜，很有层次。它嚼的时候呢，又感觉很趴。是这样的。这个配上米饭吃是真的很香。很香。
便宜。啊，对，这我们就看，所以我们讲洗澡泡菜，开胃。感觉又加入了一些酸的味道在里面。哦，泡菜也是我们川菜的先决之一，两千年的历史。 2000多年前，咱们就开始吃泡菜了，开始做泡菜，对吧？实际上，真正的泡菜发源最早是在新都，是由于我们国家当时的意识，这种商标没重视而已。实际上，泡菜也有世界非遗，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来喽！啊，水煮来了，你看，冒着热泡，上面来在滚冒油味。啊，你哇，你来滚，这水煮牛，哇，好香啊！这个，你看就闻到香味了。这个我们水煮牛肉呢，它是我们原厂于自贡的一道菜。哎，自贡。哎。 里边这个盐工，他这个用牛来代替这个体力，就采盐，采盐是用牛，他拉不动了，然后就把宰杀，宰杀呢又炒不来菜，干脆弄在水里边它煮就晓得嘛。苦的人就吃的咸，又吃的辣，还调的又大卖了。最后的时候才演变为我们成都地区呢，因为就是川菜了。哇，那个辣油，这个要拌，这个要拌起吃哦，拌起吃哦，牛肉和菜一起来吃。 肉和菜一起吃，对，这样才有味道。之前我们只捞着最上面的，您先，来，有汤，烫，有麻，有辣，有麻，有肉味，肉又很细嫩滑烫，干一个呗，而且，要加着菜，要加着菜，哇，麻辣鲜炖，还有个脆是菜脆，是蔬菜脆，而且是牛肉它是滑的。 还有一个关键点，在牛肉的上面这个辣椒必须离不开的是炒壳辣椒，就是干辣椒、花椒炒香，然后把滤起来晾冷，然后在菜板上用刀把它整成粗的壳肉。这样的水煮牛肉它才香，才风味。现在有一餐馆厨师他就没这样做了，直接就买的辣椒面儿，它的风味就差了。李叔，我经常会吃到这种，你闻着很香，但你吃的时候发现没有味道。对，就是所以就是辣椒的问题，辣椒的问题。哎，又学会了。加油去下去哦。他来喽。川菜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民间小吃，麻辣烫暄滚酥脆香8个字，不冒气不冒烟，他把嘴巴儿给疼了。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是我们印象当中经典的川菜。您先。刚才很烫，还是很烫啊。这个豆腐确实很烫，很烫，很入味，然后又嫩，对，滑滑的。哦，这是红面。麻婆豆腐它的这个制作方法也绝，原厂是牛肉的这个味道才很好。最关键就是辣椒面跟豆瓣、花椒面这3样。辣椒面是在锅里头噻，炒成红油，炒香了，然后再加汤。花椒面是起锅加，放在锅里边就失去了麻椒的香味了。豆瓣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调味品，而且豆瓣的厚重感很强，它可以特殊的这种天然的酱香味。它豆瓣要多细，严格的时候还要多细，还要再细，然后颜色才能够出来，效果更好。豆豉要加，这里面为什么加豆豉呢？为什么呢？因为油是吃炒的，加豆豉调味，它是去它的炒腥味。哦，对吧？这是豆豉的作用。对，果是你不加，它的口感就差一些。所以我把今天这个绝招秘诀奉献给大家。麻婆豆腐它源于我们成都的万福桥。这个女的，顾名她的姓陈，这个做菜的那个做菜一个女的，五官端正啊，这么端正，然后呢脸上长得有麻子，还是麻子，顾名叫做陈麻婆豆腐。陈麻婆。对，这个第一代麻婆豆腐店，这个故事我是咋听到的呢？是我在88年，我学这个成都进修的时候了，看到的一本支那菜系的书，其中之一叫《中国名菜谱解禁》，里边有一卷叫川菜。然后里边的麻婆豆腐，就是跟我当年少年的时候看到的这道一样的。当时我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看得很贵，那时候的工资才50多块钱一个，然后就悄悄咪咪的偷我老婆的钱，一千100也是4块钱，多少？一千100也是4。
1110啊，那个是我一年的工资都不够。现在来看的话，这本书也很贵。对啊，现在价值5万人民币。哇，价值5万人民币。然后我就看烹饪书节，然后呢，同时呢，每逢场就赶紧。乡镇长的当时就其实人家就看见，也是从那个时候看见炒菜，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培养下来这样的习惯。对，然后到现在呢，其实偶尔也会到街头去吃。哎，对，这种学习的状态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停。因为你只有不断学业进取，要虚心交流，改变小吃的美味，我们要把它学会去。任何就包括今天现在的高大上的菜，都是来自于民间而演变深化的。包括我们的夫妻肺片、东坡肉、北京烤鸭店的烤鸭，都是走苍耳馆子起来的。民以食为天，归以民为本，也是为了一个基因的文化的传承，让现在年轻人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饮食文化的根。这是我的初衷。这也是我们想要邀请全国各地的顶级大厨带我们去吃街边的这些美食的一个起因所在。所以谢谢李叔今天带我们吃这么多，谢谢。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点击小铃铛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叮叮叮。